中國近代失去的領土裡，最大的一塊不是被打掉的，是被2次簽字簽掉的。外蒙古156萬平方公里，相當於43個台灣，而且兩邊都簽了。國民政府簽過一次，中華人民共和國簽過一次。今天兩岸的課本都不太願意細講這件事，這一期把它從頭講清楚。清代的外蒙古是理藩院管轄的藩部，喀爾喀四部，加上科布多和唐努烏梁海。它和內蒙古的區別是行政上的，內蒙古蒙旗與內地省份犬牙交錯，外蒙古隔着大漠，由庫伦办事大臣坐鎮。這個行政區別後來成了2塊土地命運的分界。第一次鬆動在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發2個月後，12月，庫倫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巴氏在沙俄支持下宣布獨立，稱大蒙古国皇帝。清朝驻庫伦办事大臣被李送出境。此後10年，外蒙古的地位隨着俄國的国运摇摆。1915年，中俄蒙三方簽恰克图協約，獨立降格為自治，中國保有宗主權，俄國拿到實際影響力。1917年，俄國革命，沙俄自顧不暇。1919年11月，北洋政府的西北筹边使徐樹錚帶兵進入庫倫，取消自治，外蒙古在法律上回到中国版图。這是過去100多年裡中國軍隊最後一次控制外蒙古，保持了不到2年。徐樹錚值得多說2句。他进庫倫不是打進去的，是趁俄國內戰的真空帶兵壓進去的，然後用極強硬的方式辦了取消自治的儀式，把哲布尊丹巴和王公們召來，献其递交请願書，請求取消自治。程序上是蒙古人自願回歸，實質上是槍口下的簽字。這套辦法當時就有人反對，梁士儀等人警告說會把蒙古上層徹底推向俄國。後來的走向證明了這個判斷。2年後，紅軍一到，庫倫幾乎沒有人為中國說話。徐樹錚本人1925年死於馮玉祥部下的槍口，和外蒙古無關，但他經營西北的整套計劃隨他一起消失。1921年蘇軍進來之前，庫倫還被另一支部隊戰過幾個月。白俄的恩勤男爵，一個相信自己是成吉思汗轉世的波羅的海貴族，帶着殘軍攻下庫倫，殺了城裡能找到的布爾什維克和猶太人。正是他給了蘇俄紅軍進入外蒙古最體面的理由，剿滅白匪。恩勤兵敗，被俘槍決，紅軍則留了下來。1921年，蘇俄紅軍以追擊白俄殘部為名進入外蒙古，扶持蒙古人民黨建立政權。1924年，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，成為世界上第2個共產主義國家。此後20年，它事實上是蘇聯的附庸，軍隊由蘇軍控制。30年代的大清洗原樣複製到了草原上，喇嘛被成批處決。但在法律上，直到1945年，世界上幾乎沒有國家承認它。中國歷屆政府都主張外蒙古是中國領土，地圖上照畫。蘇聯附庸時期的外蒙古發生過什麼？中文世界了解的很少，值得補一段。30年代末，蒙古複製了蘇聯的大清洗，總理根登被召到莫斯科處決，繼任的喬巴山主持了對喇嘛階層的系統清洗。當時外蒙古的成年男性裡，喇嘛的比例高達1/3強。幾年之內，700多座寺院幾乎全部被毀。處決的僧俗人數以萬計，學界常用的估計在2萬到3萬之間。對一個總人口不到80萬的國家，這個比例超過了同期蘇聯本土。這就是後來公投時那個政權的底色。真正把它簽掉的是1945年的2份文件。第一份簽在雅尔塔，中國人不在場。1945年2月，羅斯福、丘吉爾、斯大林商定蘇聯對日參戰的條件。秘密協定裡有一條，外蒙古的現狀須予維持。現狀這個詞指的就是事實獨立，用中國的領土支付蘇聯出兵的價錢，而中國政府是幾個月後才被正式告知的。這份密約傳到重慶後，國民政府派宋子文、蔣經國赴莫斯科談判。談判桌上的一段对話，蔣經國後來寫進了回憶。他問斯大林：外蒙古面積那麼大，人口那麼少，你們為什麼非要它？
斯大林的回答沒有繞彎子，老實告訴你，我要外蒙古，完全是從軍事戰略觀點出發。如果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，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，蘇聯就完了。蔣經國說，日本戰敗了，德國也垮了，還有誰能進攻你們？斯大林說，只要你們中國能強大起來，就有可能。這段對話值得一個字一個字的讀。索要領土的理由不是歷史，不是民族，是對中國將來強大的防備。談判拉鋸了1個多月，宋子文不願在承認獨立的文件上簽字，辭去外交部長，換王世杰簽。第2份簽在莫斯科。1945年8月14日，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，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杰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。條約的附件裡，中國同意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證實其獨立願望，中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。蔣介石的交換條件是斯大林承諾不支持中共，東北主權交還國民政府。10月20日，公民投票舉行，登記選民將近49萬，投票率 98.4%， 贊成獨立的比例是 100%。48萬9千多張票，沒有一張反對。這個數字本身就是對這場投票性質的說明。投票是記名的，監票的是蒙古人民黨的政權，而這個政權20年來處決意見者的方式，前面已經講過。1946年1月5日，國民政府正式公告承認外蒙古獨立，這是第一次簽字生效。中共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變化，也有白紙黑字可查。1936年，毛澤東在陝北對斯諾談到外蒙古，說的是外蒙古人民共和國將自動地成為中華聯邦的一部分，當中國的人民革命勝利之後。這句話收在《紅星照耀中國》裡，各版本都在。1945年，中共的輿論則支持外蒙古公投獨立，《新華日報》發表過慶祝的文章，立場與莫斯科一致。然後是第二次，1949年10月16日，成立半個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建交即承認。1950年，毛澤東訪蘇，據使者等在場者的回憶，中方試探過外蒙古回歸的可能，斯大林拒絕討論。1954年，赫魯曉夫訪華，周恩來再次提出，得到的回答還是不行。這件事在赫魯曉夫的回憶錄裡有記載，他的原話大意是：中國人把外蒙古當成他們的，但蒙古人不想要中國人。這中間還有一次機會窗口，也要記下來。1950年2月，中蘇簽友好同盟互助條約，新條約宣布1945年那份國民政府簽的舊約作廢。舊約作廢，理論上外蒙古條款也該中譯，但新條約的換文裡專門寫明，雙方確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。也就是說，作廢舊約的同時，把舊約裡唯一割地的那一條單獨保留了下來。這是第二次簽字的準確位置。毛澤東本人對這件事並非沒有芥蒂。1964年7月，他會見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時，說了一段後來引起軒然大波的話，大意是：蘇聯占的地方太多了，100多年前貝加爾湖以東才劃過去，外蒙古在雅爾塔被劃入蘇聯勢力範圍，名義上獨立，實際由他們控制。我們曾經提出歸還，他們拒絕了。這段談話見報後，蘇聯提出正式抗議，赫魯曉夫大怒。他說明兩件事：簽了字的人記得這筆賬，以及記得也只能說說。3個月後，赫魯曉夫下台，外蒙古的邊界一寸沒動。1962年，中蒙簽訂邊界條約，4700公里邊界線正式劃定，法律程序全部走完，2次簽字，2個中國政府各簽了1次。有意思的是，簽過字之後的反悔。1952年，國民黨退到台灣之後，以蘇聯違約為由，向聯合國提出控蘇案，獲得通過。1953年，台北宣布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，撤銷對外蒙古獨立的承認。此後幾十年，台灣出版的《中華民國全圖》上，外蒙古重新回到版圖之內，那張地圖的形狀被稱為秋海棠葉。而大陸的地圖，1949年之後就是公雞形。同一個中國的2個政府，一個在地圖上收回了外蒙古，
一個在條約上送出了外蒙古，而實際上兩邊誰也沒有踏進去一步。1961年，蒙古申請加入聯合國，台北起初揚言否決，美國施壓否決蒙古入會，蘇聯就會否決毛里塔尼亞，非洲票源會倒向北京。最終台北代表缺席表決，蒙古入會，用棄權的方式第二次承認了那個自己在地圖上不承認的國家。到2002年，台灣的行政部門修改行政區劃表述，事實上承認蒙古為獨立國家，互設代表處。秋海棠葉在法理話語裡的殘餘到此基本清楚。順帶一句，今天的蒙古國人口300多萬，經濟高度依賴對華礦產出口，煤和銅的最大買家是中國。但它的外交有一個正式的說法，叫第三鄰國政策，在中俄兩個鄰居之外，刻意發展同美國、日本、歐洲的關係。一個夾在兩個大國之間的內陸國，用了整整100年學會的生存術，就是永遠給自己找第三個支點。最後看幾個反事實的問題，他們是這段歷史真正的重量所在。第一，為什麼內蒙古留下了，外蒙古沒有？答案在時間差。內蒙古在1947年由中共建立自治政府，納入解放區體系；外蒙古在1921年就被蘇軍隔開了。同一個民族，兩種行政嚴格，一牆之隔，一個在中國，一個不在。決定歸屬的不是民族認同，是哪支軍隊先到。第二，唐努烏梁海，外蒙古西北那塊17萬平方公里的土地，連公投的程序都沒有走過。1944年被蘇聯直接併入，成為圖瓦自治州，今天是俄羅斯聯邦的图瓦共和國。它的面積接近5個台灣，而它的消失幾乎沒有進入過中文世界的公共記憶。第三，也是最硬的一條，外蒙古問題上，意識形態從來不是變量。沙俄要它，蘇聯也要它，國民政府簽了，共產黨政府也簽了。變量只有一個，中國當時有沒有力量說不？1919年徐樹錚能進庫倫，是因為俄國在內戰；1945和1950年只能簽字，是因為需要莫斯科的東西比領土更急。156萬平方公里教的這一課和課本裡的任何一頁都不衝突，只是課本不往下講。地圖的形狀從來不是畫出來的，是力量畫出來的。